齐帅，哎，珊珊，你脚怎么样了？不好意思啊，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看你。啊，没事，好多了，好多了。齐帅，我能问你一件事吗？你问吧。你真的不知道大老板他到底在哪里啊？你听说了？唉，这次对他的打击的确挺大的。原本还以为可以信心满满的并购韩国 KM， 没想到美国艾索尔这么一插手，整个计划都泡汤了。我想他现在肯定不好过。那他到底在哪儿啊？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不过别担心，受伤的狮子最不喜欢被人看到了，一定会自己躲起来，慢慢的疗伤。等他自己扛过去了，肯定又会意气风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风腾不在，我们才更需要众志成城啊，对吧？行了，没事，我先去忙去了啊。受伤的狮子实在难以想象，我之前竟然还为了57块钱跟老板怄气。他这么一受伤，可是几个亿的事情，事关几千个员工的薪水跟年终奖啊！珊珊，你怎么了？哎呀，员工餐厅的饭菜肯定不能跟老板家的比啊，那你至少也吃点呗。哎呀，不是的，可能是工作太累了，觉得头昏脑胀的。1点钟所有员工大厅集合，什么事啊？是国税局的人要来吗？不是吧？听对就财务部的事儿啊！可是我总觉得最近集团气氛好像怪怪的，大家天天都是人心惶惶的。难不成是出什么大事了？各位，在这里，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成功的并购了 KM 集团。这几天老板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意飞到美国，很抱歉，这段时间为了保密，转移外界的注意力，散布了一些未经考察的消息，让你们担心了。下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板凯旋归来。我鼓起勇气唱出这诗句，我是一个人，永远都与你过去。像枫叶的海上，我有个的方向，也是虽偶然，找回孤芳的光阳。怎么了？高兴，门口年终很高兴。珊珊怎么了？我略施小计。人不都是这样吗？忽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干得好，兄弟！薛珊珊的几滴眼泪，算是给你的战利品。
KM 这2年积极地争取与美国新智能手机的合作机会，而丰腾集团原本就与之合作多年，这次成为其大股东，无疑对韩国 KM 事出利多，成功并购了 KM。下面是本台的其他报道。关键时刻生病了，年终也不能请假。感冒嘛，吃药7天好，不吃1个星期好。多喝白开水就行。不行了，不行了，刚刚吃太饱了，能量都派去消化食物了。现在脑子转不动了，好晕。老板没有在看我，看样子应该全身心沉浸于工作之中。那我偷偷打个盹儿，应该没关系吧？薛珊珊，喂，珊珊，你怎么了？珊珊。丽娜，没事，他怎么样？没事儿，只是有点发烧。需要挂水吗？暂时不用，吃点药，多休息休息就好了。好，谢谢。你醒了？大老板，我怎么睡着了？你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说呢？不是要骂我上班睡觉吗？老板，你不生我的气啊？我为什么要生气？今天不用工作了，我把你跟你们科长已经请过假了。啊？你跟我们科长都说什么了？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休息，把药吃了。如果不听话，扣你年终奖。
躺下。老板虽然喜怒无常，但这正像是6月的天，不下雨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的。不过有时候阳光太猛了，也照得刺眼。哎，这个地方每次来呢都是胆战心惊的，要是不来，心里却又有点小小的失落。想什么呢？开玩笑，要真有那么一天，我还真得来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呢。哎，你有没有听说，昨天中午那个新来的周小薇上了老板的车？真的假的？那当然，这种事情不是亲眼看见的，怎么可能乱说？天哪，哎呦喂，这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的，这岂不是名正言顺的节奏吗？那当然，要不然怎么也得收敛点呀。哎，真是乌鸦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哎，我们这几天连夜都是要加班。你看他周小薇，今天科长竟然让他放1天假。哎，珊珊啊，哎，珊珊，你别误会，其实昨天只是周小薇上了老板的车，她肯定很快就下车了，哪像你呀，一直待在老板的车上，不是吗？哎，不过听说周小薇好像也是RH阴性血型啊。昨天老板他妹妹大出血，所以要给她输血，老板才让她去的。怎么回事啊？哎，听说是她小产。哎，我怎么跟你说这些呢？哎，你天天在老板身边，就是八卦的中心嘛。这些事你肯定知道。知道啊，当然知道。哎，珊珊，那怎么回事啊？按照风小姐的习惯，明天大概会叫人送猪肝饭给周小薇吧，然后吃着吃着就去老板办公室，然后就给老板挑菜，然后我以后就不用去老板那儿报道了，然后我就解放了。老天爷真的是听到我的心声，在紧要关头让我重感冒，期待已久的事情美梦成真，真是珊珊感冒焉知祸福。集团主动找周小薇空降，也是因为她的特殊血型吧。如果同样以血牛的条件来论，周小薇不论是智商、外貌都略高我一筹。周小薇跟薛珊珊，我要是老板也会弃养薛珊珊吧。弃养？我干嘛用弃养2个字啊？珊珊，哎，丽叔，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真的是忙晕了。我这个书店拜蒋连所赐，现在生意好的是完全连一点书店该有的矜持都没有了。
总之生意好就是好嘛。对了，那个，听说风月小产了，她怎么样啊？我昨天刚去看了她，身体还行，就是心情不大好，也不怎么想见人。那什么时候能去看看她呀？过一段时间吧。她现在又不太想见人。哎呀，你就不要担心她了。你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啊，我啊好多了。昨天下午请了假，然后又休息了1个晚上，现在已经差不多满血复活了。那我就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给你补补，反正我也饿了。好啊，好啊，走，走。李叔对于是别人献血给风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更何况是老板。在老板的眼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血牛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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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干嘛呢？发呆呢？双姨呀，我就打个比方啊，你说，如果有一头猪被一只狼抓起来圈养，那只狼说：“我养你就是为了将来吃你的肉。”猪呢，又不情愿，又害怕。但是因为他打不过狼，就只能吃狼喂来的食物。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猪越来越肥。这时候，狼就把它给放了，抓了另外一头猪来吃。那只猪居然很难受。你说那只猪应该怎么办呢？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猪呢，它不愧是猪呢。哎，你根本没搞清楚重点。不被吃不应该很开心才对吗？可是那只猪它为什么会很难受呢？那肯定是那头猪爱上那只狼了。哎呀，这是跨越种族的恋爱，浪漫。哎，不是。这是你刚才发呆时想出的故事，还是什么寓言故事？你挺有才啊！哎，这要让我写，我就写成……哎，陆双姨，你就是个白痴。干嘛？我分你版税好了，小气。跨越种族的恋爱，浪漫。薛珊珊，你沮丧什么呀？终于脱离了挑菜工的模式，你应该高兴才对呀。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要做开心的女生啊。吃饭了？哎，珊珊，怎么不去吃饭？感冒还没好吗？你今天怎么不去大老板那儿吃饭啦？我感冒好了，但今天不用上去放假了。哎，游泳餐厅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起去吧。好啊，走。喂，薛珊珊，你居然敢罢工！阿佳，老板找我上去有事儿，我先上去了啊，下次再跟你一起吃啊。那个老板，凤小姐没事吧？她没事。那就好。那你跟凤小姐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你问这些干嘛？
没什么呀，就是好奇。支票。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小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怎么了？张嘴！啊！他已经是卡了。啊！你这样就没什么事了。谢谢医生。大老板，那个，谢谢你啊。既然没事，宋医生，快去啊！医生这边请。好的，谢谢。轩山，你命够大的，这么大个刺儿都没卡死你。薛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珊珊，明天准备穿什么衣服啊？什么衣服？你不会加班加傻了吧？明天公司年会呀，你该不会忘了吧？啊，对哦，我已经准备好蕾丝细肩带小洋装，明天一定要艳压群芳。细肩带，难道你不冷啊？当然不怕冷了，就怕明天有谁比我更不怕冷。我呢，就希望我明天可以抽一个头奖。哎，听说去年的头奖是辆汽车，这么好啊！感谢我的爸爸，感谢我的妈妈，生下我让我拥有熊猫血。感谢丰腾公司颁这个大奖给我，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关照。别高兴得太早，大奖可是有年资限制的，你还未满周年呢。年资限定。好啦，你就别想大奖了，好不容易可以盛装打扮，你一定都准备好了吧？那是当然了，当然没准备了，天天挑菜都快挑成黄花菜了，谁有心情顾这个？本姑娘今年的年会纯粹是为了美食，开吃。哎，那珊珊，你准备穿什么呀？就随便穿个裙子什么的就行了嘛。为什么每次年会舞会的，我们女生都要穿的那么少呢？露胳膊露腿的给男人看，太不公平了。那男生为什么不穿个短袖啊，穿个短裤给我们看看？哎呀，女生穿很少就很漂亮，男生穿的少不是显得很猥琐吗？难不成你要穿个运动服就去跳舞啊？还要跳舞？看来吃完就得立刻闪。那当然了，年会啊都要评全场最优雅女士，奖金1万块啊！如果是选饭量最大女士，或者最快在一盘菜里把香菜挑出来，我还有可能多亏。不过呢，我们虽然财务部的人一向朴素，但比起其他部门的女同事，总不能太朴素吧？那这两个绝对是保持我们财务部朴素传统的。哎，不是还有周小薇吗？对哦，看来只能看小薇的了。再说吧，我现在可没那心思。哎，珊珊，你明天可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你可不想老板开舞的机会落在别人手上。什么开舞的机会啊？全场最优雅女士和老板开舞啊！
there's another la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always take a risk,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the lifetime game. 1, 2, 3, 4。老板娘，给你钱。哎，怎么了？再来啊！突然找我吃面，没事儿吧？来这边坐。我被告白了。吃点什么？谁呀？封腾。大老板！我的妈呀！那你答应他了？没有，一口呛他，直接拒绝。我不喜欢你。珊珊，你还真是一个烈女啊！哪什么烈女啊？因为我喝多了。不过我想过，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应该不会那么说。至少人家是大老板嘛，总要婉转一点的拒绝。哟，后悔啦？六六，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有的话，我要不要吃呢？唉，珊珊，我告诉你，这大人们经常有的时候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你想啊，要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有很多矛盾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喜好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劝你三思啊。那六六，那你跟尤承浩，你看你还是不笨的，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样本了，唉，所以啊，我劝你还是多想想吧。我是不是泼你冷水了？被告白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儿了，尤其是被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告白，这样的感觉应该堪比中了500万吧。现实啊，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捡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但是珊珊，别做灰姑娘的梦了。这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从此以后可能会幸福美满。但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这个灰姑娘是不可能成为公主的，她只会成为侍奉王子的仆人。你想啊，这你从一个小房子去一个大皇宫里去侍奉别人当仆人，是多累的一件事儿啊！所以珊珊，你的拒绝是对的，拒绝当她的灰姑娘，当你自己人生当中的公主吧。